今天这门课，这次课的这个内容就是文革和毛泽东的遗产。我们知道，毛泽东他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啊，对于中国，直到今天，人们的这个精神世界，人们的就是思维方式、对待政治的方式，包括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等，包括经济、包括法律、人权啊，都带来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看看，毛泽东和他后来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背景、他的原因，以及他对中国今天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今天习近平他是一个老红卫兵，是一个太子党红二代。那有一些人也会从文革的一个角度，他在文革受到的教育，文革对他产生的影响，从而对整个中国今天这个政治生态的影响，而且不仅仅是习近平，那整个这一代有人说就是红卫兵的那一代，那么这一代在中国掌权的人，他们会和之前从邓到江到胡有什么不同？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一位研究文革的资深专家宋永毅教授。Andy 也可以在我这个准备这个 PowerPoint 之前，也可以请您就是先介绍一下对您对这个文革对整个这个就毛泽东可以首先就是谈毛泽东吧，一会儿再谈文革，就是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个地位，对中国政治的影响。OK， 好 ，Well， 那我们不讨论这个1949年以前的毛，这个问题很大，我们就讲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就是1949到1976，大概可以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50年代，就是说。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一直到大跃进，或者一直到大跃进大概是这个1958年开始，或者说一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期，就是说前10年左右，毛的政权有相当的成就。第一是他们建立了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就是说他们把中国稳定下来。因为中国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49年是乱起来了，有这个清末的很衰弱的政权，有民国初期的衰弱的政权，有军阀时代，有国民党时代，有日本侵略时代，而且有这个内战时代，所以到了1949年，毛和共产党主要是用强迫式的办法去这个建立一个比较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和政治，而且以这个为基础，他们用了苏联的帮助建立一个可以说初步的工业基础，重工业、轻工业，他们建立了拖拉机工厂等等，所以而且开始把这中国的经济开始把它恢复和开始发展，但毛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难就是分析，就是说他呢对于这个初步的成就不感觉满意，所以他开始把东西动摇，
所以这个大跃进，他认为我们应该更快发展；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党内党外有一些敌对势力，我们需要动员群众去奋斗，去搞不断革命，所谓的不断革命，继续把这个秩序的情况把它搞乱，而且。这样的话，对中国的发展、秩序和经济发展有非常坏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也有很坏的影响。因为毛知道中国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国际的情况，就是说，北方苏联是他的敌人，南方、东方美国是他的敌人，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中国的敌对。国家，所以中国非常孤立。他为什么这样做的话，我们很难说，是不是因为他跟他一起领导共产党的别的像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等，他都怀疑他们要剥夺他的权利，他们要打倒他，是不是这权力斗争的原因，或者是毛的思想？毛是一个所谓的 voluntarist，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人的意愿、人的 will、人的意愿强于自然，强于政治，强于武器。就是说，我如果足够的集中我的精神的努力、精神的决定性的话，我可以超过所有的障碍。这个所以毛认为我们可以加油，我们可以更快发展，我们可以更快革命，我们可以更快改变人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出来的人的性质，我们可以变人，把人作为一个新的人。是不是这个想法，毛的意识形态，是不是这个是他的理由？是政治斗争，或者是毛的思想，或者是毛的个性？毛这个人，实际上非常cruel，他是愿意让别的人痛苦。毛去世之后，他的私下医生李志绥出来到美国，写了一本回忆录。他描写毛对别人的对于别人的这个态度，他是非常cruel，他是让包括他的夫人、他的孩子、他周围的一些人，他的政治的朋友彭德怀、刘少奇等，他们suffer， 他们辛苦之后，他也好像不同情，是不是这个理由啊？最大的，我自己认为对毛的最大的很难这个解决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够一辈子掌握那么庞大的权力？他可以做他所做的一切。别的人怎么让他这样做？他周围的人也是政治家，他周围的人也是非常强的人。你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他们也都是政治家。毛是政治家，他们也是政治家。他们为什么让他这样做，是一个谜。我自己不知道。它有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很微妙的什么吸引力？他们都可以让他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的遗产是最大的遗产是大家怕，
大家怕政治，包括共产党高层怕，如果再产生一个超过谁的一个更一言堂的这种政治的体制，这个掌握所有的权利的人会伤害别的人，所以等要建立一些制度，像官员退休制度，这样的话，希望可以有集体领导，不让再有一个毛出现。但好像习近平在20大时开始像毛这样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权利，他有可能，我不是说他一定会，但是他有可能会伤害别人，伤害国家。这个危险现在是存在，因为习集中了太多的权力。我们这一次课就是主要讨论毛泽东和文革，然后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这个极权主义，嗯，就是它和威权体制和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体制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也不同于集权。我们知道有一些书，在西方。用这个 totalitarianism 这种集权，但是在中国，因为翻译，因为审查的原因啊，也有的可能是因为一些译者他们的误解啊，把它翻译成集权集体的集，那这个和那种极端的极，他们意思是非常不一样的。它和这个就是威权集权，它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它只是这个权力的集中和中心化而已。那历次的这个政治运动在中国这个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非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不仅仅是1949年之后，在1949年之前，也有很多非常残酷的、规模很大的运动，也导致了很多很多人的死亡。包括从 AB 团啊、土改运动，那1949年之后，这个运动就更多了，从正反、三反、五反到这个反右、大跃进、四清等等啊、文革啊，再到后来这还一打三反等等这些这是从这个 wiki 上抄下来的一些这个数据，可能有的并不完全准确，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这个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它的这种运动的这个血液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记得在90年代，中国的法学家贺卫方他说，就是有3种，人治、法治和运动治。当时在讨论中国人治和法治的问题，贺卫方他说中国共产党搞的是运动治，这个在某一个层面上也是非常能够体现中国政治和法律治理的特点。文革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历史分期，这个大致的分法，就是1949到1966文革之前的这17年，然后是文革。那当然在中间有就是76到78年，是这个华国锋是一个过渡时期。当然，华国锋他的权力一直到80，他的这个职位到1980年才结束。那1978年12月11届三中全会之后是这个改革开放时期。那有很多人认为，当然直到今天2022年也中国属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把习近平这个时代重新画出来，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时期在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或者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讨论到改革开放的终结。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个李安友教授的朋友Carl Minsner，他写了在2018年左右就写了一本书叫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我们会讨论到底改革开放在中国有没有终结，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习近平时代。这是毛泽东主义他的一些这个核心的概念，我们理解毛泽东主义的一些关键词吧。
它的这个基础当然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啊。我们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也不一样，它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也略有区别，当然都是紧密联系的。这也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基础。然后它和苏联比起来，它更加强调农民的作用、农民运动的作用，这个和马克思原教旨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他的这种暴力和恐怖的统治，他的这个群众动员，还有这个反智主义，都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那毛泽东他自己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种中国商鞅韩非的那种法家，西方的这个马基雅维利主义，当然比那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更恐怖的多，而且这个逻辑上也更加这个流氓化，所以也可以管它叫无法无天主义。这个法当然就是法律，这个天呢实际上就是那个罪，就是在中国汉语里边，这个天有的时候它指代一种罪，一个超越的力量，一种神上帝的力量。这毛泽东他完全是无法无天的，反人道、反人权啊，反自由，还有他也利用了这个民族主义。毛泽东说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啊，那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还是真正的了解自己。刚才李安友教授也谈了这个文革到底为什么能够发动，到底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还是为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平等的理想？这个在学术界有很多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追求理想主义、追求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果。有的人认为他可能和毛泽东的个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关。还有学者从这个17年来观察文革，就是1949到文革之前，这17年执行的一些政策、一些派系等等，导致了文革的发生。那基本上大多数学者都会认为，文革为什么能够发动，基本的原因是权力斗争。嗯像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路线呐、意识形态啊等等，包括毛泽东的个性啊，这些方面都是次要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毛泽东想利用文革把刘少奇把所谓的这个走资派打倒。我们知道这个大饥荒啊，导致中国饿死3000万到5000多万人。具体数字到今天也弄不清，但是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人道灾难。毛泽东他也知道他自己犯了这个滔天大罪，所以他的这个威望已经被刘少奇超过。他非常害怕自己就是失去权力。另一方面呢，就是老百姓对这个对大跃进、大饥荒也当然非常非常怨恨。但是按照秦晖的说法，老百姓他是怨左不怨毛，而刘少奇这一派他是反毛不反左，所以毛泽东如果想要单独把刘少奇干掉的话，也是非常容易的。按他的话说，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干掉。仅仅有老百姓的不满的话，那也很容易。其实老百姓也没有对毛泽东本人不满，所以最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就是让老百姓和这个刘少奇这一派他们相互打起来。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对于这个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好的解释。张千帆说，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如痴如狂的领袖崇拜来摧毁党内的政治对手啊，他要利用尚且完好的极权主义社会资源来修复受到威胁的党内集权秩序。麦克法奎尔是研究文革的一个先驱了，一个权威人物。那他也认同说，文化大革命它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的权力斗争。刚才谈到习近平这一代，他脱胎于文革，他受到文革的这个极大的影响。
我也是就是想到一些，嗯、今天的中国啊，它到底是不是文革，是不是文革的2.0版等等，或者是新文革啊？那习近平他的出身，他的背景，我们看到他2018年修宪啊，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然后他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包括对香港、西藏啊、新疆这种残酷的镇压啊，基本上在香港废除了一国两制。然后对台湾的这种威胁啊，那这比过去从邓到江到胡的这个威胁都更加紧急、更加实质性。就说对台湾的这种武力威胁，它已经是远远的超出了这个过去的程度啊，而且真正有这个侵略台湾的危险。然后他的这个个人崇拜，还有动态清零，这个也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共产党它呃利用疫情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加强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所以我把它称作这个防疫集权体制。这也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而且也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政治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因为疫情本身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对于共产党来说，他们并不是在防疫，而是在这个控制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个人控制到每一个个体，来重新建立一个全面控制一个密不透风的集权监控体系，这才是他的这个本意。那还有他的这个就是反腐军队改革、扫黑除恶等等，让他把所有的这个权力都集中在他自己身上，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文革的影子，而且从习近平他集中权力的程度来看，恐怕也和毛泽东不相上下。我们要做的一个调查也是跟这个有关。那最后呢，就是呃“一带一路”和这个“战狼外交”习近平他对外的这种种这个挑衅性的做法和一些这个他准备实施像这个“一带一路”包括他的这个大外宣等等这些东西，都使中国它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一点呢也会对中国共产党本身对中国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发展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西和毛有一个，我认为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毛是爱乱，毛是爱不断革命，毛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方法，动员群众，搞乱社会。他认为这样子还就是唯一的方法，把中国进步。让中国进步。那么，习近平，我自己认为他是一个英语说一个 control freak，就是说他爱指使，他爱大家听命，他爱社会一天比一天一样不变，他爱那个官僚体制。要非常有非常强的记录，他爱控制的情况，不爱动乱的情况。这样的话，西如果犯错，西如果追求一个没有效力的一个政策的话，这个会很危险。